现在千万别买 iPhone， 我觉得这可能是苹果最不想要让大家看到的影片，这部市场一次全部讲出来。那像这种时间点呢，千万不要买下去，因为你就是在帮他们清库存。那刚出的时候就是购买最好的时间点吗？那其实也不一定哦，因为每一年表现啊都不太一样。推出前的公关机的评测要看就看它的细节。那如果他们里面有用到大致上这几个字的话，就代表实质上有遭到一些缺点。可以到朋友圈。那上次我们做了一支影片，就有提到说，现在这个阶段不要买 iPhone 15，等 iPhone 16。那有一些留言蛮有趣的，好像就说，每年都说不要买，那到底什么时候买？但其实有很多观众帮我回复了，如果仔细看影片里面都有提到，不管是时间点啊，还有每一代不同建议购买的理由。那我们会上这种影片，大多都是在它这个 iPhone 生命周期已经过半的时候，除非是某一年这个 iPhone 真的问题太多后，我们才会真的不建议买。那总而言之呢，就让我想到一个重点，到底什么时候买 iPhone 才是最佳的时间点？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就直接开始吧。那我们现在看距离现在这个时间点，大概在5个月 iPhone 就要发表。那这个时间线是一定的，因为每年 iPhone 都是在9月左右发表，所以先把这个时间点记好了。Apple Watch 也是一样的公式。那以今年来说，我们先看这个数字系列 iPhone 15跟15 Plus 这两支是在这个时代我比较推荐的一支，尤其是15 Plus 这一支，大萤幕啊，高续航 ，A16 处理器，去年评价本来是还好，但对比今年的 A17 Pro 之后，相对稳定哦。那市场上下目前最多的折价是折到3500元左右，所以其实是很不错。那所以在现在这个已经过半周期的时间点呢，如果你手机真的坏掉，不想烧太多钱上 Pro Max 的版本，你毕竟今年的 Pro 系列啊，你听苹果爹说评价好像还可以而已。那我建议你买一支进可攻退可守的 iPhone 15 Plus， 3万块不到，相机4800万画素，还支援2倍的无损变焦，机身超轻。那等今年底的这个 iPhone 16出来之后呢，你再可以看看规格怎么样，新的 A18 稳不稳定。那如果有些吸引你的地方真的想换的话，到时候再换购也不会损失太多钱。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安全的选项。那再我们看看今年的15 Pro Max， 哇，你看网络上看到折价从5到6000块，很多对不对？好划算。其实这个是有原因的哦，才过半年多一点就折到5000块的 Pro Max， 算非常罕见吧？这个其实就可以代表市场上的反应哦，实际对这支手机的评价其实不如预期，加上一些其他的因素，会不会在 iPhone 16出来之后，这支跌价反而更凶？那它价格跟15 Pro Max 看起来算差了快1万块，那选同样容量的话，差了约7000块左右，因为 Pro Max 没有128GB 的可以选择嘛，所以这个部分你就要去考量一下，是不是要买到这一支？那我刚刚有提到，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手机坏了才要买？因为现在就是这个过一半的这个周期 ，iPhone 16 9月一定会发表跟推出。那如果你手上手机还没有问题，你在这个时间点买了之后，没几个月马上就要出新机。那这边我相信会看这支影片或者看我很多影片的人，应该都是对3C 之类有蛮重度的热忱。那我们都知道，今年 iPhone 16还要加强 AI 的部分，这已经是苹果 CEO 亲自对记者在很多不同环节下都有讲到。那还有提到呢，这次 Pro 系列整体的手机机身变大，也算是一个大改款。那还有相机等等的升级，你在到时候看到这些东西都出来之后，差不多价钱，你会不会觉得心痒痒？那也是为什么很多影片每次在苹果发出邀请函之后，很多观众都会留言说，怎么又要出新机？我才刚买 iPhone。那我们现在做这些影片，就是要让大家清楚记得这些时间点，怎么去分析它。那你说现在的 iPhone 有折价，好像是很好的 deal， 对不对？但是新机出来之后，这些既有的旧机种一样会再折价，而且几率上很可能是折的更多。那到时候你的选择也更多，看这些新机推出来功能上面是不是真的吸引你？如果觉得还好，那就买折价更多的上一代 iPhone， 你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所以为什么这个时间点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人想要换手机都不是因为他们手上手机真的坏，可能是手痒啊，看身边的人换手机，或者可能刚好被广告打到。你看最近在捷运站 iPhone 15系列的广告就打得非常凶，那也就是希望吸引大家在这个新机上市之前的这个周期后，快点去买他们现在的机种，同时帮他们清个库存，对不对？那这样新机出来之后，苹果压力也小一点。那记得大家忍住不要上当，看看现在这个时间点，然后看看你手机的状况。那真的要买，多看看我们评测影片再来决定，这样可以帮你省下很多钱。那下一个时间点呢，就是大家说，新机上市是不是一定是最好买的时间？那毕竟我们都是推荐大家买新不买旧，对不对？那我们这边也帮大家划分好这个时间轴后几个要注意的点。那新机发表后3天就是你可以预购的时候，那通常是在星期五后。那你在预购的当下，说真的，你对这个新机上面的了解，就只有它规格表上面还有苹果发表会想要推给你的这些功能。当然，苹果不会自己跟你说啊，今年的这个处理器设计上比较赶一点啊，这个良率啊，还有散热设计上没有加强，那大家多担待一下。他们绝对不会这样跟你讲，对不对？所以你预购的当下，其实完全不知道这支手机的表现到底如何，那些 AI 功能使用上到底有没有那么神？其实呢，你注意这个时间点，在预购大约3-4天后，苹果发出的公关机的评测都会上线。那在公关机的评测，大部分大家都是以礼相待嘛，会比较强调苹果想要比较主要去介绍的一些功能。那这其实也是这个圈子大家一点默契嘛。那像你的好朋友来找你帮忙，总是大家好来好去，但这些评测不是没有看的价值哦。那要看就要去注意它里面的细节，有些公关语言
人，你是要注意它的语气还有它的用词。那我们举例啦，如果像是有些相机的地方啊，他们测试上的比对可能不太如他们的预期，或是像发表会上面讲的那样子，你就听听他们比较婉转的语气跟用词。那通常是尽量一小句话去带过这个部分，但是有蛮多评测者都会提到。那过往呢，我们每年也会看几十则的这样的评测啊，不管是影片啊、文字细节都会去看，也会分析出蛮多的重点给大家，建议大家大致上去看哪一些影片，看到你要的细节。那为什么这些地方很重要呢？因为你可以看到一些你在意的地方，这些问题到底解决了没？那苹果发表会他们在讲这些新功能实际使用上来，是不是真的像他们说的一样？那甚至它的处理器啊、散热表现这些等等，那这些细节都可以帮你决定今年的新机是否值得购买。通常这个时间点他们还没有发货，所以代表你的订单其实是可以取消的。那如果你真的有看到一些你觉得比较重大的问题啊，让你犹豫的地方，那我们举例啊，这边就是单纯举例啊。那比如说有些人测试说，这次相机对焦好像有点问题，这个肤色的呈现好像怪怪的。如果很多大家都这样讲的话，通常他们讲完之后会有一些公关语言会说，我们等苹果这个韧体更新看会不会解决。那这边不是说它不可能解决啦，比如说嘛，近年来的 iPhone 它在拍照上面的这个对东方人、对亚洲人的肤色上来讲，并不算太友善。那刚好这一点如果就是你超级在意的地方，然后在新一代的 iPhone 又看到同样的问题，那可能在我的分析影片里面就会跟你讲那如果是发射上的问题，那 iPhone 往年来呢，不管它的相机角色跟演算法上面，他们并没有往例在上市之后会用韧体更新改变或修正这些部分。那当然在这个时间点你要取消预购就还来得及，那也释出你的这个订单，让很多可能不在意这个部分的人可以提早拿到手机，其实也是好事，就不用等到它到手又要再退啊，造成自己跟商家的困扰，对不对？好，那下一个我觉得最好购买的时间点呢，我觉得这个是蛮适合一般大众比较理性消费的族群，因为一般会预购都是很 hardcore 的用户，想要快点玩到新科技。可是对普罗大众来说，不论是刚好到了换机的周期啊、合约到期，其实任何理由建议可以再等一下下。那我们刚刚提到嘛，发表会晚3天是预购，然后再过4天是公关机评测上线。那个星期2之后再过3天的星期5呢，就是正式发货的日期。那通常也是广大的评测者上手评测的这个时间阶段。那比如说像去年的这个公关机评测，有外媒提到说，手机好像有点烫，那我们拿到手就加紧测试这个环节，看看是刚好他们那几台有问题呢，还是今年整体都比较容易碰到这样的现象，或是观众可能会留言询问一些细节，也希望我们实际上来做测试跟验证的环节，我们也会在收到之后加紧来测试这些部分。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呢，我们会有第一天快速开箱啊，测试一些重点环节，那再有1周的心得，可能2周、1个月。在这1个月之前呢，我们会分享这种比较长时间使用下来如果真的有什么大问题，他们释出软体更新，那问题解决没有，大家自己在意这些缺点还在不在。所以我建议一般大众你不是真的追那种新机要马上上手去玩它的这种人，其实可以等到这个阶段。那也不一定只要看我们评测影片，有非常多人都做比我们好，去看看大家测到的点可能都不太一样，那之后再来决定今年要不要购买新机。那下一个时间点呢，就在上市1个月之后到半年之前，大致上如果有大问题，韧体更新该解决的，在这段时间都应该要解决了。那如果还没解决，就代表可能有更多深层的问题，像不论是良率啊、设计啊、组件本身的这些用料的问题等等。那另外呢，我们在这之间也会有更长期的分析心得嘛。同时呢，在这个时间点也会有其他厂牌推出新机如果你不是那种被锁在苹果生态链里面的人，像9月、10月的时候 Google Pixel 会有新机，然后到隔年1月的时候，三星也会有 S 系列的旗舰机。那你要电竞类的，华硕也有他们的 ROG Phone。那同时在这个时间点iPhone 在外面的这些手机行也会有更多的折扣。所以比如你可能很在意这个拍照的发射、处理器的稳定、散热，或者是很在意手游的表现，有没有一些外挂模组。那其实到隔年1月的时间，你就有这些大厂牌的旗舰机可以让你自己去选择。所以大致上大家就可以分为3个周期了。第一阶段就是很硬核的使用者，像我们这种一推出就想要马上上手测试它新功能的人，就是在预购这个阶段跟第一天发货这个星期。那如果你是比较理性的消费，那可能在1个月之后，在这个半年之间，你手上手机也刚好需要换合约到期，那要买新机也不用跟大家抢破头。同时外面很多评测的影片都可以供你参考，那有很多不同厂牌的旗舰机可以让你去比较。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慢慢静下来，每只手机都买得到，再去决定要买哪一只。那这个阶段就在 iPhone 出了半年之后，这个就是我比较不建议的阶段。那除非你手上手机真的坏掉，那你一样可以看评测影片，在4只 iPhone 里面，我们可能觉得哪只 CP 值比较高，让你买的时候进可攻退可守。等明年有新机出来的时候，不管是你要换购或继续使用，都不会有太大的损失。那所以这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细节，你也尽量在我们影片里面都和大家说清楚。那像上一支 iPhone 16这个消息总整理，扣掉广告，其实整支影片已经有17分钟，算非常长。那里面也有这些分析还有这些购买建议。那我们今天在很细节把这些时间点、时间线分析清楚。而且其实每一年在 iPhone 推荐的机型上面，我们推荐的这个规格跟机种都不太一样，因为其实我们都新机发表之后，我们会测试很多不同的机型嘛。那除了新机发表之后，我们对规格上面的细节分析，那或是看完公关评测之后，抓出它里面的用词
时找出问题，到后来我们实际上手之后测试的环节。那其实，在那段 iPhone 新发表的时间，我们团队都是爆肝在制作这些影片。那12的时候追数字系列，13的时候追 Pro 系列，那14的时候半推半就的追 Pro 系列，那15的话就推荐15 Plus 这一支。所以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可以继续看这些评测影片的内容。影片都蛮长的，但是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OK， 好，那今天这支 iPhone 购买时间点的这个影片希望再来这一整年都可以用。那如果有观众不知道什么时间购买，或者身边有朋友问你什么时候该买 iPhone 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分享这支影片给他们。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想要问或想要提出你们的想法，都欢迎在下面留言。那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片见，拜。